现在已经到了我的集中检疫所，刚下游览车，要准备报到。好了，现在已经到了我的检疫所啦。这是厕所，好的，就是很阳春啦。然后，哦，还有给打扫的。然后房间单人床，有冷气，桌子，衣柜，垃圾桶，然后有电视，不错不错。然后有给泡面呢，还有一些简易须知放体温计什么的。桌上有放那个简易须知，对，就是要看一下。然后抹布跟，我觉得很赞呢，居然有附这个。有拖鞋耶，然后有白人牙膏、牙刷，还有牙杯，而且是紫色的。然后还有2条毛巾，好赞哦！然后这边附的是2个口罩，这边附了2个口罩，一支笔，就是还有体温计，就是要量体温的。这是什么温啊？好笑哦，他还写“请勿串门子”，好可爱哦。同意书、基本资料，然后这张还有宣导事项。OK， 有 WiFi， 然后这里有一盒东西，食物，看一下是什么。哦，有面包耶！这个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但看起来好好吃，超香的啦！肉松葱花，然后这应该是巧克力抹吉嘛，我在猜。小菠萝，然后还有一瓶苹果汁，养乐多品牌，好酷哦！耶，太赞了，不会饿啦。好了，就是相当阳春的喽。大家好，安全所报告，工作人员已将无自己餐盒放置门口，请您戴上口罩后开门取餐。取餐后请立即关门。谢谢您的配合，并祝您用餐愉快。今天呢是我在集中检疫所的第14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啦。那现在的时间是下午大概2、3点。昨天呢，因为我们进集中检疫所要先采检一次嘛，隔离的第1天我就已经采检了，然后昨天呢就是第13天早上又来采检了第2次，那到现在都还没收到通知，因为有阳性才会通知，如果阴性的话就不会再通知。那到现在都还没通知，应该就是阴性了，所以今天晚上12点就可以离开这里啦。然后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个2个礼拜在集中检疫所的心得。一开始我先分享设备的部分，我觉得这里的设备其实算应有尽有啦，就以这个 CP 值来讲，就是准备蛮齐全的，而且我觉得热水壶特别的高级，因为它是可以
恒温的，设定恒温。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小的缺点就是这里的电压比较没那么够，没那么强，所以我们入住的那个住宿须知上面有写说不可以同时用2种电器，所以意思就是你吹头发的时候用吹风机就不可以用热水壶煮水，然后如果你你充电的时候啊，就插座不可以再插另外一个用热水壶煮水，就是不然会跳电，这就是一个比较算小缺点吧，所以我就是应该说我的插座就是要我醒着的时候永远都有一个东西在用，因为不能同时用了，所以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不过还行啦。然后再来就是餐食的部分，早餐的话基本上就是以西式为主吧，就是早餐店的那种汉堡或三明治，然后会搭配一个饮料，饮料就有红茶、绿茶、奶茶或者是果菜汁啊，然后果汁牛奶之类的。那午餐跟晚餐都是便当，而且我记得好像全部都是同一家便当店，因为外观都一样。那除了便当还会附一种水果，我觉得还有附水果蛮棒的。而且还有一点很棒，就是那个便当啊很有诚意，就是不是一个随便那种60-70块，感觉那一个都要100块以上，因为有双主菜，就是有2种肉，然后还会有鱼，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吃得很好，不会饿到，而且我们刚进来的那一天，房间里面还有附泡面跟饼干，然后还有1盒的面包餐盒。然后后来过了几天，有人就是就是问说可不可以多要，然后他们又好像每个房间都有在发同样的1盒饼干跟泡面，就是跟我们入住第1天的时候一样的东西。然后再过几天又有给1次，所以我这2个礼拜有拿到3次，就是饼干跟泡面。还有就是比较可惜的话，就是我们第1个礼拜来的时候，我第1个礼拜吃的便当，早餐不算啦，因为早餐三明治汉堡冷的很正常，但是便当类全部都是冷的，而且到比较冷的那几天，几乎是可以说是冰的，所以但是这也不是工作人员的错，因为就可能天气冷，然后他们要发完每一间，就是怎么讲？便当店做好热热的送来，可能就已经冷掉一些，然后他们又要再发到每个房间。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什么阳性，结果他只是跟我确认，就是我等下离开的方式。好，然后反正就送来，可能放在外面，然后他们又要等大家就是都送完，工作人员离开，然后再广播让大家去，所以就是这过程可能就是会过有点久。那冷掉是正常的啦，不过天气已经很冷了，然后又不能超热的食物，然后又是连续几天都是吃冷的或冰的，就是觉得有点难过。然后后来就可能因为我我家人会问我住在这边怎么样嘛，然后我就有跟家人讲这个问题，然后我家人就说要送热汤啊或者什么过来，然后我就说可是好像不行，然后我家人就有打电话打1922去问可不可以，然后1922就说不行，就是这个部分蛮严格的，就是生鲜热食跟手摇杯这3个不能送来，就是不管你是家人送还是叫外送都不行。对，然后后来，但是很神奇的是，我家人打完这通电话之后的隔天吧，还是下一餐，居然就有送那个冲泡式的汤包，我觉得哇，所以就是有跟他们反映，然后可能1922那边的工作人员有跟检疫所反映吧，然后就有送这个可以比较算是热食的东西，就觉得超棒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坐在这边，可能我也不知道记者怎么找到我，然后就说问我能不能分享检疫所的里面的环境，我就说好啊，然后也有问我一些住在这边的心得，我就大概分享一下。那我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冷饭的这个部分，结果新闻一爆出去的隔天，饭就是热的了，我整个超惊讶，就是经过这2件事情之后，我发现这边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好，就是要怎么讲，非常的愿意提供你所需要的协助吧，基本上可以算是有应必求，有求必应，对，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就是比如说你要多一点水啊，还是你要多被子啊，还是你要什么卫生纸啊，还是你要什么沐浴乳、洗发精、毛巾这些，只要他们有的，他们都会给你，而且蛮快的，就是
对，效率。然后，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餐食是很 OK， 所以我的第二个礼拜全部都是热饭了，就还会冒烟的那一种，我觉得超棒。然后虽然他们还是有陆陆续续在提供一些冲泡式的汤包，然后也有几天特冷的时候，他有给暖包。我就觉得其实我待的这个林口检疫所，我觉得这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好，然后环境也都 OK， 就算是一个算中间的检疫所吧。因为我看新闻报好像有更就是应该怎么讲，内装更高级的检疫所，那应该还是有比我这里再更阳春一点的，所以我觉得我这里算是在中间的一个 level。对，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隔离其实，在集中检疫所没有像大家讲的像监狱那样啦，但是我其实到后来可能第10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无聊到会坐在椅子上发呆，就真的你说我可以看剧，也可以看电视，但是就是不知道要干嘛，因为就腻了，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可能发呆就发了半小时以上，就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发一发就是可能要吃饭了，因为你早上起床之后就要量体温，量完就吃早餐，吃完早餐你可能看1-2集剧，又中午了又要吃午餐，吃完午餐呢可能又看个1-2集剧，或者是看一点书啊，或者做一些有的没的看电视，然后就要量体温，量完体温休息一下又要吃晚餐了，就整个一天就是在吃放空，就非常的养猪的一个行程。总而言之呢，这2个礼拜我觉得还算 OK 啦，就是反正就是隔离嘛，那终于结束了。等一下呢，我就要等晚上，因为他晚上离开检疫所的时间有分半夜的12点半，或者是隔天早上的8点半。那我选择的是半夜12点半，所以就等家人来接，然后就可以走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哎呀。